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各位天台周末快乐！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秘密——混乱的人类。新来的朋友，请猛砸订阅和点赞按钮，在评论区里留言就能加入我们的优秀天才团，获得我纯手工认证的优秀天才称号。接下来，好听的故事开始了。宇宙广阔无际，充满神秘。据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诞生于一次大霹雳、大爆炸，这一切都发生在137亿年前的一个滚烫的瞬间。之后，星系、地球、海洋、生物、人类逐一出现。从宇宙大爆炸理论来看，我们人类和整个宇宙中所有的生物，甚至上火星的石头都是亲戚，因为我们身上的每一颗原子、电子都来自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个瞬间。所以宇宙的自然规律都印刻在我们的 DNA 里。那问题就来了，在宇宙大爆炸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以目前人类的脑容量来看，是无法理解的。科学家说，在宇宙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什么都没有。但神学家说不是。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写道，在世界的刚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渊面黑暗，希伯来语是 Hosach Alapanim Tahom， 意思是在宇宙开始之前，有个叫 Tahom 的地方，里面充满了 Hosach。Tahom 在英文中又叫做 Abyss， 深渊、深海，一个非常深的沟，里面充满了黑色的水。这个深渊被称作是死者的领域。以诺书中说，这是神囚禁堕落天使的地方。在新约启示录中，神审判人类的时候，地球上就会出现一个大口子，这个深渊就会出现，然后从里面突然就冲出许多长着人脸的蝗虫，折磨那些没有被神标记过的人。在Tahom里面充满了 Hosach， 的意思是死亡、悲伤、毁灭，统称为黑暗。神的灵就在这个被死亡、悲伤、毁灭充满的黑暗水面上漂浮。所以在神创造世界之前，或者说宇宙大爆炸开始之前，这世界并不是一片虚无，而是渊面黑暗的混乱。所以说，宇宙大爆炸在理论上不可能只出现过一次，应该是一个一个的连环爆炸案。我们的宇宙开始就是另外一个宇宙的结束，一个黑洞连着另外一个黑洞。我在前几期的节目里也讲过，很多神话传说都说神创造了很多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是被神毁灭后的第4个、第5个世界，非常奇怪。所以从宇宙的起源来看，我们这个世界诞生于混乱，而且必将从一个混乱走向另外一个混乱。神或者说是宇宙规律就代表了这个秩序，有了这个秩序，整个混乱的宇宙最终就可以形成无数个有秩序的星系、生态还有循环。就好像山川河流汇集起来一片混乱，但这之后就会出现非常有规律的漩涡，然后混乱的水蒸气飞到天上，变成让人难以琢磨的云彩。但是每当云雾聚集在一起，就又会出现秩序，最终它们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混乱就开始了。在1980年，美国物理学家 Norman Harry Packard 提出了混沌边缘理论，就是这个物理世界处于混乱和秩序的临界点。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理论好像适应于宇宙的一切系统，包括星系、生态、人类，甚至经济、政治、心理学等等。这些系统处于混乱和秩序的中间地带，随时崩溃，随时重生。在2009年，剑桥大学也发现，人类的大脑也是处于混沌的边缘，它处于一个歇斯底里和正常清醒的一个地带。所以只要把握人类世界混乱秩序的运行规律，那我们优秀天才团就可以统治世界。不过这个事儿只能幻想一下，要不然 CIA 会把我们都抓起来。觉得统治世界太累，也可以用这个规律发大财。这事儿以后我在后面会讲到。我们人类的神话传说还有圣经，其实都是讲到了一个混乱到秩序，再到混乱的无限循环的一个故事。比如说，神从混乱中创造的世界、生物和人类，一切都挺好的，最后突然会有天堂的守望者入侵地球，或者有其他的什么事情打仗之类的，地球就顿时陷入混乱，神就用大洪水重启了这个世界。当人类在新世界里继续快乐的生活的时候，就又会发生混乱。
在出埃及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非常悲惨。神在一个着火的荆棘丛里向摩西显现，说 Moses, Moses, 我在这里，我知道你们在埃及的困苦，我要带领你们走出埃及，去那流着牛奶和蜜的地方。接下来就是一串神迹，以色列人最终逃离了埃及，进入了一片旷野，什么都没有，全是石头。实际上这些人只要跟着摩西遵守神的话走就行了，保持好秩序，就肯定可以穿越旷野进入富饶的迦南之地。但是非常奇怪，这些人群中会无端的出现混乱。有一次，神就把摩西召唤到西奈山上传授十诫，山上都日夜闪着这个耀眼的光芒，神就在那个山顶上，还有摩西都在。这时候的山脚下，这些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一起，他们把金子扔到火里，然后火焰唰的一下就出现了一头金牛，然后这些人就围着这些金牛这个崇拜拜的，说这是我们的神。然后几千人就围着这些金牛，还赤身裸体做一些非常辣眼睛的事情。摩西这时候拿着十诫下山，一看这场面，怒火攻心这咔一下就把他的这个十诫板给摔碎了，大喊：谁和神耶和华在一起的，站在我这里！于是唰的一下，有几千个以色列利外族的战士们就站了出来，手里拿着弯刀这个一个帐篷的一个帐篷的这个去找，看谁参与了拜金牛的活动这咔就给他砍了，不管你是邻居还是亲戚。所以当夜一共就清理了3000多人非常非常混乱。当混乱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以色列人突然就醒悟了，突然跑过来就说我们要个王，他们要放弃自己的自由要秩序，要王来管他们。神就让先知撒母耳说，这个意思是，有神在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要立一个王？如果你们立了王，那未来你们的儿女必将为这个王辛苦耕种，受王差使征战，王还要取你们的羊群，你们也必将做王的仆人。这些百姓还不听，说我们就要一个王。于是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从此以后，人类就只能给国王打工了。接下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各国征战，凯撒、拿破仑、希特勒你死我活的。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无序混乱的激情创造的，比如愤怒、嫉妒、仇恨、邪恶、骄傲和对权力的渴望。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神书叫做《人群大众心理研究》，也叫做《乌合之众》，作者是 Gustave Le Bon， 他是19世纪的达芬奇国学家，非常厉害。他是医学博士，精通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物理学。在19世纪末出版的物理学著作中，他还预言了物质和能量等价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他没有证明，但是他说这事儿一定有。他写的这本《乌合之众》也预言了人类世界的混沌边缘理论，就是人类只要一旦聚集起来成为人群，就会立刻陷入混乱。他写道，每个人都有很多性格，但是如果这些人的观念和想法都相似，那么他们的个性就会消失，人群就会变成一个整体，整个人群也会形成另外的性格。无论单独的个人有多么斯文、善良、温柔，只要形成群体之后，这个群体就会立刻变得冲动、善变、暴躁，智商瞬间降为0。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出现，大喊一句口号，这些人就立刻会变得极端血腥和狂热，杀人放火或者慷慨赴死。这个群体还充满了偏执和专横，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们说一点反对的声音，否则这个群体就会直接怒吼叫骂，甚至打死反对者。这个群体面对弱者下手狠毒，面对强权又立刻跪下，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非常矛盾。古斯塔夫把人类的群体描绘成一个3岁小孩，思维非常单纯，没有逻辑判断能力，但是有超强的想象力。在他们的脑海里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越是不可能的目标，就越能让他们兴奋，让他们相信。所以去控制这些人群就非常简单。根据 Gustav 的理论，可以这么做：首先是要把这一群人划定成一个特定的人群，比如你们是光荣的太阳系打工人，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是人上人，让这些人有一种集体的归属感。这些人具有相同的处境、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收入之类的啊。然后再给这些人设定一个伟大的目标，比如说10000年以后，我们将征服银河系，人人都可以有星球，人人都可以发大财。这个目标必须宏大，必须冲出太阳系，然后必须要用夸大的语言，斩钉截铁的断言，不断的重复，人人都能有星球，人人都能发大财。怎么有星球，怎么发大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有就有这一定要断言断言，这就是古斯塔夫·勒邦的核心要点。后来他讲的一切都应验了，列宁10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面包、土地，最后有没有大家自己谷歌一下，说出来必须有节奏充满力量，这话必须从丹田说出来，充满底气，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人群说懵。其实最厉害的口号就是这种名词，根本不用解释，好像一说马上就要有一样。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古斯塔夫的书有失偏颇，不足为信。在1967年，美国就有人做了一次心理实验，结论就是操控人类形成这种狂热的人群只需要5天。1967年4月，有一位老师叫做 Ron Jones，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Kilberly 高中上历史课。当时他在讲纳粹德国的历史，比如他们怎么设立集中营，怎么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之类的。讲着讲着，有学生就问，这些德国纳粹人为什么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德国有这种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一个城市里的老师、医生、工人等等，他们看到自己的邻居、朋友一个个都消失，他们为什么可以无动于衷？这是不是时代或者民族性格的原因？放到今天，在美国肯定不会发生。老师 Ron 对这些问题无言以对，想解释但又不知道怎么说，于是他就决定，要不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社会实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第一天一上课， Ron 就咔在这个黑板上写了3个大字 Strength through discipline， 纪律就是力量就是这么斩钉截铁。然后 Ron 就开始给他们洗脑，说你们看，运动员是因为有了纪律才成功，科学家又是因为有纪律才能突破，所以纪律就是力量，纪律就是胜利。所以你们都要有纪律。现在大家上课都要有纪律的听讲。首先必须坐姿端正腰背挺直，双脚放平双手插在这个腰后，老师提问才能说话，回答的时候必须站起来。然后就让这些学生不断的重复练习，然后再找出几个学生问你们这么做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呼吸顺畅，大脑清醒了？这被点名的同学被他这么一引导，就说好像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是有效果。这一下这种共同的感觉就在学生中蔓延。第二天一上课， Ron 又咔在这黑板上写了3个大字 Strength through community， 团结就是力量朗朗上口。然后就开始解释怎么团结，怎么有力量。没有团结，一个运动员能赢得足球比赛吗？没有团结，一个科学家能研究出宇宙飞船吗？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完成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个比赛。这是我们的一个动机，一个目标，一个理想这个一套一套的然后就让这些学生们大声背诵 Strength through community, strength through discipline, strength through community。 声音必须要大，动作必须一致。最后他说，我们班以后同学见了面都要行礼，然后就发明了一个手势好像这个波浪一样。到这里就是让这些学生潜移默化的形成一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同一个标志同一个动作。但老师 Ron 也没有想到，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打这个手势很快就引起很多关注，其他班级的学生也被吸引过来，就问我们能不能加入你们这个神秘组织Strength through action， 行动就是力量Ron 就写完这3个大字，然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成员证件，上面有一个海浪的标志第3浪潮，说我们必须行动，如果不行动，我们的纪律，我们的团结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艰苦的努力和彼此的忠诚可以更快的学习，更好的获得成绩。当你有了伤痛，遇到歧视的时候，不用担心，有整个第3浪潮的班级站在你身后。
啊，这些同学这么一听，感动的这个都哭了，站起来就说Mr. Jones， 我第一次学习到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么讲课呢？这老师听完了以后都震惊了，因为他说他故意用这种极端的命令和控制来给他们灌输信息，这些学生们竟然可以欣然接受，而且还这么感动。在 Ron 给学生的成员卡中有3张后面有 X 标记， Ron 秘密地跟这3个学生说，你们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成员，你们有一个特别秘密的任务，给我报告那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 Ron 说这是他感觉到最恐怖的一次设定，因为他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3个人，但结果给他告密的学生一共有20多个，这一个班只有40人，就是一半的人自发的开始监视另外一半人，就好像绣春刀中的东厂，大家一笑就会有东厂的人拿着本子写上这个人笑了，那个人也笑了。第4天 Strength through pride， 荣耀就是力量。这时候很多学生家长已经开始找上门来了，有个学生的父亲在德国战俘营里待过，一看学校怎么在搞这个，当场就愤怒了，在学校里大闹了一场。而且 Ron 发现事情好像快要失去控制了，因为别的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好几百个浪潮成员，规模扩大了，而且他设定的东厂盖世太保越来越多，都跑过来跟他告密。有几个学生还跑过来说我担心老师有生命安全，因为我听说有人要害老师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说我可以弄到家里的枪把这些人干掉。这个老师一听这心里吓了一跳，马上就用这个严厉的眼光盯着这几个学生看，就把这个学生的这个念头给打消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决定一定要结束这一切。然后他就准备开个班会，宣布一个消息。当他一进班级门，就发现大家穿得整整齐齐，寂静无声敬礼，这个 Ron 一下就被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人。 Ron 说明天我们要开一个大会，因为我们这第3浪潮实验非常成功。现在我们第3浪潮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周五我将宣布第3浪潮青年计划正式成立，全国还有1000多个青年团队要来支持我们。让他自己说他自己瞎编的这些谎言肯定会招来一片质疑和嘲笑，但是他震惊了，这学生们竟然爆发出一股狂热的兴奋，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越是宏大的未来就能越让人相信。第5天 Strength through understanding， 理解就是力量。 Ron 在这天决定结束这一切，他就走进了学校的礼堂，这时候里面已经整整齐齐坐了200多个学生，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这整个礼堂，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仿佛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然后 Ron 先敬礼学生刷得整整齐齐的再回个礼，然后 Ron 就高喊纪律就是力量学生也高喊纪律就是力量，一次一次的，每次声音都比上一次声音大，整个屋子都在喉咙的嘶喊中颤抖纪律就是力量他这么写道。在礼堂的讲台上 Ron 放了一台电视，说现在给大家看现场直播的第3浪潮全国会议。然后他就打开了这个电视，但是奇怪的是电视一直都是沙沙的画面，没有任何会议。1分钟2分钟，这时礼堂陷入了一片死一样的静寂，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仿佛礼堂中的人与电视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精神上的角力。3分钟过去了，突然有人站起来哭喊，没有什么领袖了吗？是吗？这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人群就开始混乱。老师 Ron 咔一下关掉了电视，对大家说，根本没什么领袖，没有全国第3浪潮的青年运动，只是你们自己习惯了，被控制了，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你们现在才发觉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与我们学习的德国纳粹有什么区别呢？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的那些人更强，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带来的那种所谓的荣耀，你们出卖了自己的自由，是你们自己去选择接受集体意志的弥天大谎。你们看
你们已经走了多远？让我给你们看看，这样下去，你们的未来是什么？”然后 Ron 就打开了投影仪，巨大的白布上出现了历史的画面。最后这些学生啊，都哭着走出了礼堂啊，然后以后也没有任何学生承认自己参加了这么一个荒诞的运动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实验里啊，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老师 Ron， 他从始至终没有宣布自己是领袖，自己是一个领导者，是这些学生啊，把这个发布命令的人当做一个领袖。股市里面都是心理战，我们要赚钱，就必须利用人类群体的心理缺陷，在他们恐惧的时候买入，在他们陷入癫狂的时候撤退。恐惧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股市大跌了，新闻上都有啊，1000点、2000点的跌。但是在癫狂的时候就很难分辨，因为人群随时可能陷入发大财的狂热，我们自己也可能就是那个狂热的人。但是我有一个秘密，可以让各位天才在股市中保持清醒，叫做电梯里的股票。我发现只要在电梯里听到有人谈论啊，最近的股市不错啊，这个大师推荐了哪个股票，就在这一刻，你一定要把你的股票全部都卖出去。嚟啦，我再送你8字真言啊！咁多人死，唔見你死。我觉得我们游戏天才团也应该有个口号啊，比如神秘可爱外星人，大家可以帮我想一想啊，在这个下面留言。新来的朋友能看到这里，一定要点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银河系不能没有你。